周传雄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蓝色土耳其》，当中有一首歌曲非常的奇妙啊，在当年发行出来的时候，虽然不能称之为无人问津，至少可以称之为不温不火。但是时光飞逝，17年过去了，到了2024年的今天，突然之间，在全网的点击量超过了40个亿，可以算是到了一个火爆的程度。是什么让这首歌曲咸鱼翻身，变成一个全网火爆的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著名的周传雄的《青花》。《青花》这首歌曲呢，其实当年在发行的时候，据他们团队的人说，比周杰伦的《青花瓷》早了8天。幸好早了8天啊，不然他们怕是周杰伦团队或者是粉丝说他们是抄袭的。其实当你听了2首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2首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啊。青花瓷是一个比较中国风的一个歌曲，并且方文山在这个文笔上面的运用呢，有很多这个宋词啊、唐诗啊这种修辞的这种手法，以及对于瓶子的一些描写，加入了一些汝窑的元素和他著名的你我他的言论你我他的理论，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看啊，看看他在歌词里面怎么把你我他加进去以后就变成一个情歌的，这个是他的一个中国风的一个方式。而青花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流行歌曲，但是这首歌曲非常的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呢，青花这一个器名啊，其实青花也就是青花瓷的意思啊。它这个器名呢，只是当成一个信物啊。我看了一些资料说，这个词作者呢，是因为去了一个青花 SPA 去按摩，然后产生的这个灵感去写的《青花》这首歌曲，把青花当成一个信物啊，所以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浪漫，是吧？一开始可能会以为他是不是看中了一个瓶子，看中了青花瓷写的，其实不是啊，只是按摩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按摩的会所叫做青花 SPA， 所以产生了灵感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不妨碍它是一首蛮好听的一个情歌。那这首歌曲呢，我说句实话，非常具有周传雄的情歌的这种特质。周传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他写的情歌非常容易火啊。像我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他写的那个花香啊、幸福的瞬间啊，因为是那个薰衣草的主题曲，对不对？然后还有给5566写过我难过，然后呢自己也唱了很多歌，对吧？最早小刚时期的那个我的心太乱，包括他后来的黄昏啊，再包括后来他翻唱过这个和很多的这些女歌手陈慧琳演唱那个记事本，给那英写的出卖，太多了。这就是让我们会发现一点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作曲人他天生就有一些情歌体质，也就是说他天生写的歌就很容易让人朗朗上口，或者说让人产生一些共鸣啊。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在林俊杰的身上也能看得到。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周传雄用的一些音乐上的技巧也好，和林俊杰用的一些技巧也好，如果学音乐的人来看的话，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容易学。你可能他的和声你听一遍你就会了。也就是说，一般如果说一个比较成熟的乐队的话，他一般只要花5分钟把这首歌听一遍，记录一下，已经可以上台演出了啊，并不需要再去听了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没有太多的超纲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太多出人意料的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其他的音乐人做不到，就是那种旋律感，那种情歌体质，那种情歌的那种味道，只有他们能写得出来。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写了很多的歌就是不中，他写一首就中一首，写一首就中一首啊。就像我们看很多人就很生气一样，对吧？有些人一辈子交不到女朋友，或者是说哎呀多少人介绍，多少人说好话，你才能交到一个。那有一些人呢，天生就有很多人喜欢他们，对吧？就是往往人家就说5对5的时候呢，不是说一人一个，而是说有一个人5个人都喜欢他，其他4个人没人喜欢，对吧？他写歌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有这些体质在。周传雄就是有这种体质，他怎么写情歌，你感觉都中。他最多是当时不火，但是你不能说它不好听，你不能说它不朗朗上口
啊，你不能说它这个东西没有打中到你啊。当然，一首歌光好还是没有用的，它还需要火起来，对吧？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一首歌为什么它很好，可是它却不火，而一首歌有可能它很好，到了十几年之后，就像青花一样，它火了。当然还有一些歌它很好，可是过了无论多少年它都不火，石沉大海了。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性。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刚刚确定了第一点，它必须是一首好歌，它必须具有一些能够打动观众的一些点啊，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有情歌体质的人写出来的一些东西。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它要跟社会情绪相结合，只有跟社会情绪相结合的时候，这首歌曲才会在这一瞬间让大家感觉到强烈的共鸣。其实仔细想一想啊，青花这首歌，你记得最熟的歌词是哪一首啊？哪句歌词？就是那8个字：恍恍惚惚，已经隔世。你看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情绪啊，普遍来说比较丧，这是真的啊，普遍来说比较丧。普遍来说，很多人都会感叹青春过得太快，对吧？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我们怎么还没有疯就老了，对吧？很多人都在感叹这件事情，时光过得特别快。其实特别快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的生活太单调了。你可能10几年如一日，你就会觉得特别快。你如果说你不断的换场景，在工作，在换场景，在学习，再去奔波，你不会觉得时间快的。时间快就是日子好过了，这是真的。对吧？你要是说你在牢里面啊，或者是说在一些艰苦的地方，你会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属于度日如年，你不会觉得时间快，你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我还在这受苦，对吧？日子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但日子好的时候就容易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特别在今年经济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大家又普遍比较丧的情况下，生活又比较单一的情况下，这一首歌曲就这一句歌词恍恍惚惚已经隔世，打动大家了。虽然跟这首歌曲的主题不是很一样啊，这首主题其实主要写的是性舞，对吧？它主要写的是这个爱情的这个东西，但是大家因为这一句歌词都唱到自己心里面了，也就是说，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力。每一个人在理解它的时候，都会带入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常常在说一件事情啊，科学描绘的时候它是抽象的，但是运用起来它是具象的，而艺术在描绘时候是具象的，而理解起来去体会起来它是抽象的。什么意思呢？你看科学，对吧？1、2、3、4、5、6、7，这都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这个抽象的东西，它就是为了排除一切的这种外在的因素，让你直接可以带入到各种物体当中，比方7个杯子，对吧？7盆水，对吧？7张电影票，对吧？它都可以直接带入到各个具象的东西里面，你运用时候就很具象了。但是音乐不是，音乐我常常在说一句话，会唱歌的人他永远唱的是歌词里面没有写出来的那个部分，歌词写出来的部分已经不用你唱了。歌词写出来的部分，它只是一个具象的表达，但是你内心是怎么去把这个具象的表达出来的，这才是重要的。比方说一个台词说我爱你，我可以说的我爱你很声情并茂，让你感觉到我爱你，我也可以说的我爱你是表示我在骗你，对吧？我只是哄你说我爱你。还有一种我爱你呢，我是不得已，对吧？我是逼不得已，然后我其实内心很恨你表达的我爱你，对吧？表达出来都是很具象的我爱你，但是背后理解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首歌曲，你看恍恍惚惚已经隔世，虽然可能和写作的作者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不妨碍观众可以根据这个具象的词去理解到他想理解到的那个情绪，特别是这个词太适合现在当下的情绪的释放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就拥有了新的生命力。